陆渊，替你老婆背了3年牢，值吗？苏婉，我出来了，你能来接我吗？巧了，我正要找你谈件事。公司下个月要上市，你还记得吧？你有案底，会严重影响公司形象。妈的意思是让你登报发个声明，跟苏氏集团撇清一切关系。陆渊，你刚出来，没工作没收入，只要你签了字，我给你一笔钱，足够你重新开始。3年牢狱换不来你1天的等。苏氏集团是我一手打拼出来的，每一块砖都有我的血汗。现在想把我当垃圾一样踢开，哼！休想！我找总裁办苏婉先生，我们系统里没有您的预约信息。您是送同城快递的吗？请放那边储物柜。我没有预约，我是她丈夫。陆先生，我是苏总的秘书沈秋，请跟我来。陆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韩子轩，苏氏现任的副总裁。陆兄，久仰大名啊！听说你在里面受苦了。这是律师拟好的声明，你看一下，没问题就把字签了。苏婉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苏氏集团是我们当年一起创立的，是我们一起注册的，但公司能有今天这个规模，靠的不是你当年那张破纸。你坐牢这3年，公司营收翻了整整4倍，这全是团队的功劳。你还真有脸来啊！看看你现在这个穷酸样，穿的跟个要饭的叫花子一样。我闺女的公司马上就要敲不灵上市了，你这副刚从耗子里出来的衰样，要是被记者拍到，够我们苏家丢1整年的人。妈，说重点。行，重点就是登报声明，内容我已经替你写好了，你现在就签字，明天直接见报。还有，这里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，你当年在苏氏占的那30%的干股，现在立刻马上全部转让给苏婉，1分都别想留。30%，当年我和苏婉创业，技术是我的，客户是我跑的，我给了她70%，因为她是我老婆。对，30%，股权转了，我们给你200万安置费，够你买套小房子，重新找工作了，好聚好散。陆兄，阿姨这个安排其实很厚道了，你有案底，出去找工作都难。苏总念着旧情才留这笔钱，换别人早不管了。我不签。你说什么？这间公司是我一手建起来的，每一个核心合同都是我签的。3年前你们求我扛下来，你说的苏婉，你说等我。3年前是3年前的事，公司现在的局面不一样了，我没义务为了你的感受放弃公司的未来。陆渊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蹲过大牢的人还想平起平坐？你是个劳改犯，你什么都不是了！你疯了！我没疯，这间公司一半是我的命，想拿走，拿法院判决来，别拿报纸糊弄我。陆渊，你确定要跟我对着干？我没有跟你对着干，我只是不签。那你走吧，沈秋送客。陆先生，请。我从苏氏大楼出来，我拨了一个号码，通了。小子，你出来了。赵叔，我知道了，你在哪儿？苏氏楼下。别动，我来接你。20分钟后，一辆黑色面包车停在路边。啊，上车。瘦了。牢里伙食一般。苏家人怎么说？让我签字，放弃股权，登报声明。签了没有？没签。好，我在这儿给你租了间房子，不大，先将就住下。多少钱？你跟我客气什么？你爹要是还在，看你现在这样，能把棺材板踹飞。有话我明天再说，你先睡。我关了手机，躺在硬板上。3年牢是我自己选的。3年前公司出事，陆渊，就3年，3年之后你出来，公司会更大，我们的家也会更好。我等你。3年后我出来了，公司的确更大了，家没了。第2天一早，手机又响了，钱慧芳的电话。陆渊，昨天的事儿我不跟你计较。今天上午10点，你来一趟苏氏，律师都到了。这次你想清楚点。个老土犯。钱姨，我在牢里待了3年，海州再难待也比牢里强。到了苏氏，这次前台没再拦我。陆先生，请坐。陆先生，根据我们调取的工商登记资料，这条章程是什么时候加进去的？去年3月。我入狱是3年前的5月，这条章程是在我入狱之后加的。陆渊，你纠结这些有什么用？章程是董事会投票通过的。那30%是我的股权，没有经过我同意，任何修改对我不生效。你在坐牢，坐牢的人还有什么资格谈生效不生效？阿姨，消消气。陆兄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200万确实少了点，可以提到500万。股权是我的，500万买不走。那你要多少？我不卖。陆先生，我建议您慎重考虑。你是在威胁我？我是在帮您算一笔账。
账我自己会算。这间公司的第一笔账是我做的。陆渊，你给我等着！3天之内你不签，好日子就到头了。陆老板，方叔，还认识我？妈呀，3年没见，我以为你出国了呢，瘦了也黑了。方叔，我没出国，我坐牢去了。坐牢的事儿我听说了，街上的人都说苏氏出了事儿是你顶的。你媳妇儿呢？不提他了，是吧？不收你钱。方叔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3年前我出事之后，跟萧都组是在外面怎么说的？苏婉那个女人说那些账都是你做的假账，公司差点被你拖垮。后来你进去了，她说她力挽狂澜把公司救回来了。力挽狂澜，那些假账是谁做的？我能说出每一笔的日期和金额。还有，她跟人说你不光做假账，还打过她，说你脾气暴躁，有家暴倾向。你信吗？我信个屁！你天天加班到凌晨给她挣钱，连只蚂蚁都没踩死过。方叔看人看了几十年，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清楚。苏氏创业6周年庆典设在海州国际饭店的宴会厅，我穿着出狱那天身上的那件夹克去的。陆先生，苏总让我问您是否需要安排座位。不用，我站着挺好。我看了他一眼。陆先生，有些东西看一遍记住就行了。这句话我记住了。苏婉上台了。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各位合作伙伴，今天是苏氏集团6周年的日子。6年前，我在海州注册了一间小小的贸易公司。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腔不服输的劲头。6年来，苏氏从0到80亿，从1个人到3000名员工，这一路走来，离不开在座每一位的支持。尤其要感谢的是韩总。3年前，公司遇到最大的困难时，是韩总挺身而出，为苏氏注入了关键的资金和资源。苏总过奖了，能和苏总并肩作战，是我韩子轩的荣幸。怎么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这儿？来，今天可是苏氏的大日子，喝一杯。陆兄，你是聪明人，应该看得明白。苏氏现在的盘子早就不是你3年前进去前认识的那个。你在局子里蹲了3年，外面的世界变天了。你手里捏着的那点股份，说白了现在就是一张废纸，你自己留着有什么用？既卖不掉，苏婉也绝不可能给你分红。还不如趁现在苏总大发慈悲，愿意给你笔钱的时候，赶紧签了字，拿钱走人，别在这儿碍眼。韩总，怎么？嫌钱少？这间公司的第一台电脑，当年是我从二手市场自己扛上楼的。苏氏的第一个大客户，是我喝到书锈胃出血，用膝盖在酒桌上磨出来的。公司第1年亏损快破产的时候，是我把准备结婚的婚房低价卖了才堵上的窟窿。你说这些废话的时候，能不能先去翻翻苏氏最早的工商档案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那上面最开始印的是谁的名字？对你来说，时代在进步，那是我替苏婉做的整整3年的牢。现在我拿命拼了6年的心血，被他们彻底搬空，3年牢狱换不来他苏婉一个谢字。陆渊，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进去说。陆渊，我今天亲自来这狗窝，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陆先生，那我就单刀直入了。苏氏上市进程中，目前有一项必须解决的致命阻碍，就是您的股东身份。您目前名下那30%的股权没有做变更登记，这会严重影响深交所的上市审核。我知道，既然您知道，那我们就直接谈条件吧。苏总授权我给出最终报价，您的30%股，我们按照上市前估值的5%来回购，折合现金4000万，一次性打入您的账户。唯一的条件是，向大众确认您与苏氏没有创业层面的任何关联，一切都是苏总的心血。4000万，陆渊，这可是比之前翻了好几倍的价钱，够你这种劳改犯下半辈子吃喝不愁了。别犯傻了，你一个刚从号子里出来的劳改犯，没权没势没背景，你拿什么跟我们斗？还能跟钱过不去吗？陆先生，坦白讲，这个报价在同类商业案例中已经非常优厚了。如果您敬酒不吃吃法府，我们走法律程序强制回购，您最后拿到手的钱远不止少一半，可能连1000万都不到。苏婉，知道你们今天来吗？就是婉婉让我来的，她亲口说了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你说什么？说我不签。陆渊，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，真不要命了是吧？你以为你不签字，我们就拿你这个死屁股没辙了？我告诉你，婉婉手里捏着你当年认罪的全套材料，你亲笔书写的认罪书上面还按着你的红手印。那份材料只要我们花点钱卖给媒体爆出去，你的名声就彻底烂透了。你以后出去找工作会查出来你是个犯过10年罪的劳改犯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在社会上立足。我已经坐过3年牢了，该查的底细早就查到，用不着你们费心。你不在乎你自的女朋友呢？那你以后找的对象呢？你妈呢？她老人家要是知道，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我差点忘了，你妈早就死了呀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妈也死了，你们陆家现在就剩你一个绝户了，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你也没别的活人可想了，趁早拿了钱滚蛋！说完了。说完了。那请出去，面条凉了。好，陆渊你有种，咱们走着瞧。据知情人士爆料，因严重经济犯罪入狱3年的前苏氏集团员工陆渊，近日刑满释放，不仅企图敲诈苏氏股权，在职期间更是作风文烂，多次骚扰女同事。废物，看到新闻了吗？这只是个开始，在海州，我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，跟我女儿斗，你配吗？钱慧芳，站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
小子，你看新闻了吗？这帮人简直欺人太甚！你要不要找记者澄清？我老方亲自给你做证人。方叔，不用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？等他们把你埋了再挖出来？等他们自己把坟挖好。苏氏上市越来越近，钱慧花的手段也彻底撕破了脸皮。房东发话了，限你3小时内滚蛋。钱夫人打过招呼了，你这种有案底的危险分子不配住我们这种正规小区。你的账户涉及某大型企业法律纠纷，全面冻结。上面领导打过招呼的，有本事你找苏总说理去啊！陆兄弟，你走吧，算我求你了。谁敢卖你1瓶水1包面，明天就砸谁的店。小子，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？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他们把你逼得跳河？你爹留下的那些东西，够你把这件事翻过来了。我知道，但不够。什么意思？光有那些东西，只能证明我是冤枉的，证明不了苏婉是什么人。赵叔，我要的不是翻案，翻案没有用。我要的是让所有人看清楚，他们捧在手心里的那个苏婉，到底做了什么。行，你说等，那就等。但我跟你说，你最多再等半个月，再拖下去，他上市一成功，钱到了手，你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不用半个月。多久？快了。陆先生，请坐。沈秘书，你找我什么事？叫我沈秋就行。陆先生，我先说一件事，我在苏总身边做了2年秘书，这2年里，我看到了很多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比如3年前那桩案子，苏总身边的人都说是你做的假账，但我整理旧档案的时候，发现有些东西对不上。对不上什么？苏总让我销毁一批文件，说是过期的合同和票据没用了，但我在销毁之前翻了一遍，有一份财务报表，上面有2套数字，一套是报给税务的，一套是真实的，2套数据差了将近3000万。我没说话，这些我都知道。真实那一套报表的经手人签名不是你。你怎么确定？我对过笔记，苏总让我代签文件的时候，我模仿过他的字很多次。那份报表上的签名，笔画习惯和他平时写字一模一样，尤其是苏字最后那一笔，他有个往左拐的小动作，别人写不出来。沈秋，这些东西你为什么不早拿出来？我不敢，我是外地人，在海州没有根基。苏总的背后是钱慧芳，钱慧芳在海州有关系。我要是当时拿出来，不用第2天，我就会从海州消失。那你现在为什么敢了？因为上个月，苏总让我做了一件事儿，他让我把一份伪造的股权变更文件送到工商那边备案。这份文件把你名下30%的股权直接变更到了韩子怡名下，日期填的是2年前，签名是仿你的字迹。他已经伪造了我的签名。对，工商那边已经受理了，如果你不在15天之内提出异议，这份变更就生效了，到时候你名下的30%股权，法律上就不属于你了。15天？今天是第几天？第11天。4天，我只有4天。那份伪造的文件你有留底吗？有，连同那份真实的财务报表复印件都在这里，原件我另外存了一份。还有一样东西，这个是我上周从苏总办公室保险柜里拷出来的。他打开纸巾，里面是一块黑色的移动硬盘，
硬盘里有什么？苏氏集团过去6年所有真实的财务数据，每一笔进出，每一个账户全在里面。另外还有3段录音。什么录音？3年前案发前后，苏总和钱慧芳商量怎么让你顶罪的通话录音。苏总有个习惯，所有重要电话他都会用录音簿立下来，留着当把柄。这3段录音也被他存在了保险柜里。沈秋，你为什么帮我？因为苏总不是一个好人，我给他做了2年秘书。他对所有人都客客气气的，但他的客气只在对方有用的时候，没用了，他翻脸比翻书快。上个月，公司有个叫林姐的老员工，在苏氏干了5年，一直负责后勤。苏总上市前裁员，把他裁了。林姐我认识，她是苏氏最早的10个员工之一，是我招进来的。我也认识。那天我看着她被嫁出去，就想到了一件事，总有一天我也会是下一个林姐。苏总身边的人用完了都是这个下场。与其等他扔掉我，不如我先做个选择。陆先生，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，接下来的事儿你自己决定。沈秋，谢谢你。陆先生，你要小心钱慧芳。上市前这段时间，她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赵叔，咋了？方叔看到这篇报道后，气得在电话里把锅铲摔了。你说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，你蹲监狱的时候他在干什么？方叔，消消气。你到底什么时候动手？快了。你每次都说快了，到底要快到什么时候？方叔，信我。陆渊，你最近还好吗？什么事儿？上市前有个媒体见面会，妈的意思是让你来参加，以苏氏早期合伙人的身份。早期合伙人？对，我们的公关团队觉得，如果你能在媒体面前表态说你已经退出苏氏，是自愿离开的，对公司上市的舆论环境更有利。你是要我在镜头前替你演戏？我不想跟你吵，你要钱我可以给你，但上市这件事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我有一个问题。你说。3年前你求我替你扛罪的那天晚上，你是真的哭了，还是演的？陆渊，有些问题不用问，你知道答案的。我是知道答案的，但我需要他亲口说。沈秋发了一条消息给我。我知道，公证书是假的，上面有你的签名和指纹，指纹应该是从你当年的认罪材料上提取后仿制的。伪造公证书，这已经不是商业手段了，这是犯罪。赵叔，帮我约一个人。谁？海州大队的人。我记得我爸以前有个老朋友在那边。这几天，苏婉和钱慧芳的态度又变了，变得可怕的温和。苏婉也打了电话来，语气柔得不像她。陆渊，上市之后我打算重新调整公司固件，到时候可以考虑给你一个顾问的位置，不用坐班，每个月有一笔咨询费，你看怎么样？苏婉，你突然这么好说话，是因为上市审核通过了？通过了，一切顺利。陆渊，我们没必要闹到不可收拾，你也不想看到公司出事，对不对？毕竟那也是你的心血。苏婉，你说的对，我不想看到公司出事。那就好，上市那天你来不来？来。好，我让沈秋给你发请柬。不用请柬，我自己会到的。那就这样。敲城那天见。赵叔帮我约到了经侦大队的人。你有什么东西拿出来我看看。周副队长花了将近40分钟看这些材料，看的过程中，他的花生米一颗没动。这些录音是真的，硬盘里有3段录音，是苏婉本人用录音笔提下来的，存在他办公室保险柜里。我这边有证人可以作证录音来源。证人是谁？苏婉的秘书沈秋，他愿意配合调查。陆渊，这些材料如果属实，涉及的问题不小，伪造公证文件、虚假工商登记、逃避税款、诬告陷害，每一条都够立案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来找你。但我要提醒你，苏氏马上要上市，这个节骨眼上你拿出这些东西，影响面会非常大。涉及的不只是苏婉一个人，还有保荐机构、审计机构、交易所。你确定要在这个时候？就是要在这个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上市成功了，他拿到了钱，他就有足够的资源把这些东西全部压下去。到那时候，
真相就永远出不来了。行，我拿回去研究。但你记住，我需要时间走程序，不可能后天就出动。后天上午10点是敲钟仪式，我需要经侦的人在那个时间出现在现场。你想在敲钟现场搞事儿？不是搞事儿，是呈现事实。我今晚加班看完，如果材料过硬，我可以向上面申请紧急行动，但最终能不能批，不是我说了算。赵叔跟你说过我爸爸？说过，老陆是好人，走得太早了。我爸留给我的东西不止这些，但这些够用吗？成了。他说今晚看材料，那就是成了。老周这个人认死理，他要是觉得东西是真的，铁了心会办。赵叔，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。你说。后天敲钟仪式的现场，大屏幕的控制权在苏氏的技术团队手里，我需要有人能在关键时刻把硬盘里的内容切到大屏幕上。苏氏技术团队里还有你认识的人？有一个当年被苏婉裁掉的林姐的儿子小郑，他在苏氏做技术运维。林姐被扫地出门那天，小郑憋着一口气没走。行，我去找小郑谈。先生，请出示邀请函。我没有邀请函。那不好意思。你去告诉苏婉，陆渊来了。让他进来。一切就绪。清算开始。陆渊，享受今晚吧。这是你最后一次以苏氏相关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了。签字吧，5000万，我又加了1000万，这是最终报价。你签了，明天的敲板仪式你可以坐在贵宾席上看；你不签，你连大门都进不去。那个就是陆渊吧？听说做鼓楼的。对，就是那个做假账的。苏总当年差点被他害惨了。陆渊，你听听，你在这些人眼里是什么？一个劳改犯，一个骗子。你不签，你觉得有人会站在你这边？陆兄，我敬你一杯。明天就是大日子了，你也替苏总高兴高兴。我很高兴，苏氏是我参与建起来的，看到它上市，当然高兴。签不签？不签。陆渊，你以为你不签我就拿你没办法了？告诉你，明天上市之前，股权变更的事情已经办妥了，工商那边的公证书、你的签名都齐全了，你就是到法院告也来不及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还不签？因为我不需要签。钱姨，我明天会去敲钟现场，不管你拦不拦我。随你，你来了正好，让全海州的人都看看，一个劳改犯想搅局上市。这边撤一下。去哪儿？城北。早上7点醒了，穿上旧西装，镜子只能看到半张脸，够了。你爹的，他以前谈大生意都带这条。走吧。沈秋帮我办了通行证，以早期合伙人的身份，苏氏集团赫然在列。现在请苏氏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苏婉女士上台致辞。各位好，今天是苏氏集团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一天。6年前，我在一张小小的办公桌前写下了苏氏的第一份商业计划。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做一家让海州骄傲的企业。下面进入敲钟环节，请苏婉女士和各位重要嘉宾上台，预备。是经侦的，穿的是经侦制服。我是海州经侦副队长周训国，接到实名举报，苏氏集团涉嫌财务造假、伪造公证文件，现依法进行现场调查。敲钟仪式暂停。周队长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苏氏的所有上市材料都经过了合规审核。是不是误会？看了证据就知道。陆渊先生。陆渊，你搞什么鬼？赶出去！这位女士，请不要妨碍执法。现在，请工作人员播放举报人提供的证据材料。这是什么？2套账，那个签名是他本人的，税务那边报的和实际的差了3000万。这份股权变机是伪造的，
陆渊先生从未签署过这份文件。苏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骗了我们！那些财务报表全是假的！你们要干什么？韩子玉先生，请留步。我们还有关于你的部分需要核实。钱女士，请配合调查。我是苏婉的母亲，苏氏集团跟我没有关系。那段录音里您的声音经鉴定与您本人高度吻合，我们有几个问题需要您回答。陆渊，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我们苏家养了你6年。苏家养了我6年。钱姨，苏氏第1年亏损快破产的时候，是我卖了婚房填的窟窿；第2年流动资金断裂的时候，是我把我爸留下的积蓄全部投了进去；第3年公司出事的时候，是我进了监狱。请问，谁养了谁？陆渊，你3年前你让我扛的那些账，今天该算清楚。你们不能抓我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我是苏氏集团总裁秘书沈秋，我愿意配合调查，并提供额外核心证据。这是什么？苏氏集团过去2的内部财务记录，红色部分是苏婉授意修改的做账版本，蓝色部分是见不得光的真实数据。队长，全对上了。这些材料和刚才硬盘里的底层数据完全违和，造假金额巨大。全部封存。出事了！苏氏上市被京深当场叫停了，你怎么打呀？快，赶紧给我查投资合同有没有造假免责条款，立刻查！你就是陆渊，苏氏当年那个神秘的联合创始人。对，当年苏氏能起来，核心业务到底是谁搭建的？客户体系我建的，供应链我谈的。苏氏从第1年到第3年的所有核心对赌合同签字人全是我。那苏婉呢？他这个董事长负责什么？他只负责2件事：对外应酬和花钱。撤资！我们他妈的投错人了！真正的大佬是陆渊。陆先生，您手里既然有这种致命证据，当初为什么不在入狱前拿出来？您这是何苦啊？因为3年前，我还天真的相信苏婉会等我。小郑，今天谢谢你。陆哥，我妈被苏婉当众羞辱赶出公司那天，在大厅里哭，我在楼上看着。那天我就发过誓。苏婉女士，我们已掌握充分证据，证明苏氏集团过去3年存在系统性财务造假。同时，3年前的案件中，你涉嫌伪造证据，诬告陷害陆渊先生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要见我的律师，让孙律师马上过来。何必接受调查了？他涉嫌参与伪造公证文件和工商登记，自身难保。那我要找别的律师。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我是苏氏集团的董事长，这家公司有整整3000名员工，你们承担得起后果吗？苏女士，那3000名无辜员工的利益，恰恰是我们今天必须查办你的原因。赵叔，苏氏的股票都没开始交易，就被官方紧急记停了。你还好吧？挺好。你爹的那条领带扎好了没有？扎好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爹要是能看到今天，该多高兴啊！喂，世成，你能在今天打这通电话就够了。陆渊，对不起。不说这个了，改天一起吃个饭。好。我穿过人群，走向大门，门口站着一个人，苏婉。陆渊，你早就计划好了。3年够我想清楚很多事。你恨我？我不知道。你应该恨我。苏婉，我替你坐了3年牢，不是因为傻，是因为我以为你值得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你不值得。但那3年是我自己选的，恨不恨的已经不重要了。苏女士，请回去，调查还没有结束。陆渊，当年那个商业计划书我真的看了很多遍，你写得很好。回去，去方叔的馄饨店吃馄饨。饿了。你小子，我刚才在手机上看到新闻了，苏氏上市被京深叫停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坐下说。
你快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一边吃馄饨，一边讲了个大概。好家伙，我就知道你不是吃素的。3年前你进去的时候，我就说陆渊这小子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方叔，你3年前跟我说的是好好改造，那是鼓励你的话。那苏婉呢？抓了没有？还在调查，但那些证据够了。痛快！那个女人，我早就看她不顺眼。这碗馄饨比之前任何一碗都好吃。陆渊，林姐，我看到新闻了，经常去了交易所。去了。苏婉被查了。嗯。陆渊，你知道吗？我被苏婉裁掉那天，保安从后门把我的东西扔出来的时候，里面有一本笔记本，是你当年给我的，上面写着苏氏第1年的工作规划。你的字很丑，但每一条都很清楚。那本笔记本你还留着？留着，我一直留着，因为我知道苏氏不是苏婉一个人的，你才是真正搭起这家公司的人。我不信你做了假账，我从来不信。谢谢你，林姐。不好意思，我就是觉得你终于能直起腰来了。对了，小郑跟我打过电话了，他说他在交易所做的那件事儿，他跟我说他不后悔。他是好样的。这位是林姐，苏氏的老员工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辛苦的是陆渊。你看看，苏氏集团上市紧急提跳，涉嫌财务造假，创始人身份成疑。据悉，真正的联合创始师为前科人员陆渊。什么前科人员？人家是替那个女的顶罪的。3年牢啊！这个苏婉太心狠了。陆渊才是真正创始人。海州以前有个做贸易的陆家。赵叔删了这条评论。为什么？还不到时候。这个案子证据太硬了，谁碰谁沾一身泥。你另找高明吧。